会站着尿尿，而且非常享受。你是左右。男生脆弱的一面也需要让你们知悉一下。本叛徒就要说一些老婆都不知道并且听完以后惊愕的难言之隐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中中露露，大家喜欢我们记得点个关注，再往下看。就我发现，好像是男生都不太爱吃水果。loser 和我爸宁愿啃那个菜叶子，他也不愿意去削个苹果。抓紧，会有那么恶心吗？为什么呀？水果那么好吃。在我心里，苹果跟可乐一样，最美味的永远是前3口，就3口之后，感觉一切就索然无味啊。闲者时间。所以有没有女生被男生不爱吃水果这个事情骗到了，以为是谦让和感动？说实话，我一开始就以为。完了，我把自己暴露了。上期视频里面，其实很多女生看的津津有味。我有朋友给我发信息说，母胎 solo 居然现在知道了一些情侣都不知道的小秘密。很多女生在上一期里边有感触的，就是关于男生会礼貌那件事。礼貌，投怀送抱必须礼貌。男生其实身体会在睡觉的时候练习礼貌嘛，所以就会出现那个早晨起来升旗。哦，我知道这个东西呢，它不是说只有早上会，而是他睡觉的过程中一直会大脑会反复的练习4、5次吧。而因为早上大家醒过来才看得到，所以才会冠以晨。那我今天晚上想彻夜不眠，然后观察一下。但说实话，年轻的时候是天天都会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反正现在不是每天。天哪，你已经走下坡路了。不用哭，一般早晨洗漱完，只要脑子清醒了就会结束。哦，就很不方便。讲下一个对男生有多么不方便的一个情况了啊！我们俩在家里边上厕所是不会相互避讳的。你关门，你就是在偷偷干什么？哦，但是你没有发现，其实我早上的时候上厕所会关门。我就会突然我就进门看他在干嘛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会关门吗？比方说这是马桶水箱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如果是早上比较礼貌的话，就是要，然后泄洪放水，就这样的姿势吧。就我要看你那个姿势，我肯定是上去踹。还真是啊，我看很多私信里面都说爱戳男朋友屁股，就这是我们的一种乐趣。他从冰箱拿东西的时候撅着屁股，我就想戳一下。我就知道，所以我那个时候一定要关门。防着我呢？那你非要那个姿势吗？不能用手控制一下位置吗？你控制给我看一下。啊，这样往下撅。会卡住，因为水管在下面，往下熬的时候是会就出不来啊。啊，这啊！你把握不住，100%男生会的。觉到了。所以后来我在跟你交往的过程中呢，我发现其实男生坐着上厕所是很有好处的，非常舒服吧，对不对？对，也可以解决礼貌不雅的问题，但是有时候会被他嘲笑了。哎呦，你坐着上厕所！哎呦，你是我姐妹呀！你说我坐也不是，我不坐也不是。不是，我觉得你坐着很好，因为我看过一个科普说，男生坐着上厕所其实是对健康有利的。而且其实2个人同居之后，男生如果会知道把马桶圈放下来，是一种非常绅士贴心的行为。Yes. 因为如果我学会坐着上厕所，天天贴心。然后说到这个嘘嘘的问题啊，你知道男生那个会抖一下，对不对？刻意的抖一下，这要抖干净是吗？哎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无论这个男生再怎么抖，他都会有滴在你装回裤子的时候跑出来。我称之为薛定谔的一滴。哎呦。滴难道不是一张纸擦？不是，在家我是会擦的，在公厕怎么办呀？那不能上厕所之前拿一张纸，然后你在斗子里嘘完了之后擦一下吗？我没见过有男的干这个事儿。不是这个哟，是干净。哎，说到干净，只要你是健康人，嘘是无菌的液体。那以后我在家喝水，你在家喝嘘吧。这期确实蛮需要我平复心情的。它不是尿不尽，不是，它就是很奇怪，真的就是薛定谔的意思。所以一定要洗手啊，男朋友们。说到嘘，我想到其实我们碰到热水或者很凉的水的时候，会突然有一股神秘的尿意。这个女生也会有。哎，但我这时候有一个问题想问，会站着尿尿，而且非常享受。就是洗澡的时候。对啊。哎，那这个时候男生就稍微卫生一点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男生一定会冲着地漏，会直接嘘到排水的地方。你看你们就地上的积水里边，你就能保证100%全是水。抓到啦！女生也有脏脏的时候啊。男生也有小胜利的时候。到我们洗澡那一步呢，女生是不是对于自己的护肤品啊、洗澡的用品都会有自己的喜好？当然要根据自己的肤质、最近皮肤的状况去调整。那你知道男生的点在哪？是这样的，男生就会迷信一个词：男士专用。有时候我们出差的时候不要带2套很累嘛，那小钟就会坚持要带他那套比较贵的，他就会说你用我的就行，不舍得给你用呢我。对，但我真的就用的不得劲儿，上面没有看到 mens 不得劲儿。那咋的？用了之后你不长胡子啦？你知道那有多贵吗？都关我屁事。你那多便宜你知道吗？
所以姐妹们学到了，你要送男生护肤品，不用精挑细选，不用费尽心思，你只要大大的 for man 这2个字就足以让他心花怒放。那来个女生专用赞吧。越来越私密了啊！那上一期其实我们聊到关于内裤的问题，有很多人杠我，这一期我保证不被杠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男生的内裤并不像女士的那样有很多浅色的、深色的比较多？深色多。你看哆啦 A 梦的时候啊，大雄他穿的就是白色的底裤，对啊，但是你发现成年男士的内裤很少有白色的。好像还真是哦，怎么回事啊？第一个点呢，白色内裤容易显形，难免会很尴尬。白色不是还能显大吗？重点是什么呢？因为拍广告的时候，男明星总不能穿一个白色的裤衩子，那么大一个六鸟图放商场里面，不合适吧？那主推的款肯定是黑色的呀，而且还会涉及到男生一般都不是正的，往左往右的，这个就会暴露，不知道怎么去描述这个事儿，反正就是不想让人知道。我们初中的时候在班上男生讨论过这个问题，还分成了左派和右派。你是左右？你不记得是吧？哎呀，上头有点晕。然后第二个点呢，不太好清洗如果还是跟年轻时候有关系，女生来大姨妈一样，男生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生理反应。它不好洗，因为它只要一透水之后是看不见的，你也不知道洗干净没。可是你不都扔洗衣机洗的吗？啥人洗衣机啊？我妈是那种精明的女人，她会发现这个昨天刚换的，怎么今天又扔洗衣机里边？一问，而且晚上都已经洗完了，早上空荡荡的洗衣机就放了一条内裤，男生多尴尬呀！就像你高中的时候看到那些男生每天早上来朝气蓬勃的，你能想到他可能刚刚起床偷偷一个人洗内裤，咔嚓咔嚓咔。男生这一切都是自己扛，非常的辛苦。哎呦，真可怜怜！哎呦，为什么我只有想笑，但没有什么心疼呢？你根本就不懂。最惨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这种时候，你还睡晚了，全家都已经起床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非常痛苦。有时候就这样直接上学，然后在上学路上就一直天哪，怎么办？这种时候会导致你心情不好，遇到同学你还要强颜欢笑。来，难兄难弟们点个赞啊！共勉是男士专用赞，一般来说有固定伴侣之后就不会有。然后接着还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，就是男生的换洗的内衣裤是可以攒的。像小钟我就知道，他每次洗完澡就会当场就把自己内衣裤就直接手洗了。对，男生就会攒。攒多久是攒？在学校里那会儿洗衣机当然是攒够一桶才最合算。不是手洗不可以吗？给懒。哎呦，又懒又脏。但是最近其实有科学研究发现，洗衣机清洗的内衣裤和袜子，最后的细菌是要比手洗的要少很多的。懒人的胜利啊！这一次是告诉你妈妈们，洗衣机洗内裤更干净哦。姐妹们，内裤要记得勤换勤扔，大概3个月就要换一批新的内裤了，不要像男生一样把这个内裤穿的都透明了还没扔。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帖，很多男他就喜欢老内裤，就是越穿越舒服，越穿越亲肤，让自己的宝贝扔的时候还心疼。不会吧？但我确实每次扔内裤都蛮心疼的。我养内裤这个我还头一听说，我知道养牛仔裤。反正就是男生有很多这样的东西，都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比较明显，因为确实不像女生那么的规律，会有很多捉摸不定的时候。男孩就更不容易，不会相互聊，老师不会说，爸妈不会教，还得躲着。我当时会上网去搜一些知识，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如何去观察自己的身体。然后最后一下聊一点可能不能播的东西，放最后嘛，我怕被大老师求过审。关于男生礼貌的那个事儿啊，我们最后回来点个题。你还敢说礼貌？女生很多是不知道的，她大概率不是因为身体，而是因为心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视频一直说两个人要一直沟通，不能热恋期特别开心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相处方式固定在那个阶段了，因为以后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在感情中，我们随着时间流逝都会成长，心态也会发生转变。如果彼此的转变没有在一个好的频率上，他的这个心理预期和你的表现，他一定是匹配不上的。这样他没有特定对象，男生女生都是这样。我觉得你肯定能明白我说什么。我想起来有一天，咱们2个凌晨3点的时候在聊，就是后面怎么拍视频，聊得特别开心。对，然后我说了很多之后，他突然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礼貌了。”那段你还录音了，我记得。对，我录。大家想听录音吗？今年3月1号那天晚上，后面有一些不能播的啊。就是这种感觉呢，会让我觉得很自信，既不是我完全能占有你，也不是说我在你面前特别卑微，他们俩是一种制衡的感觉。这种制衡的感觉呢，我觉得对未来是有期待的。聊我们的情感人生，聊到8分多钟的时候，怪不得你那么喜欢我。所以有时候你说一些我性不性感。
不能听了，不能听了。最后那段说就是他有时候说，哎，你看我现在这样性不性感，好不好看什么的，对我来说其实是无感的。我更在意的是你真正的在心里边那种融化我的感觉。我觉得走肾男就是花期很短，就是靠原始的冲动持续不了多久。对。我想起来那天主题就是最后偏到了是，如果你后面遇到了比我更优秀、更适合你的女孩子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因为她有我没有的长处，我能变好，我很清楚，是因为我跟她的交流和相处。然后假设后面真的遇上了更年轻的女生，但是我跟她没有这样的相处，她没有办法弥补我们共同经历的这些时光。为什么我要强调说让我礼貌了呢？就是说他这个是不会被时光打败的一种对我来说的真正的性感。然后我的身体也证明了这件事情。会说话，这可能是我能做到的最甜的情话了。真甜。原来走了心就走了肾呢。说那么多，但是依然还有难言之隐，你不知道这是这个视频的意义。这里不管是男生和女生，我觉得都能够更加了解彼此了哈，一起来一个3连大连环吧。好，今天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，我是周周罗，大家见，小。Like Kim in the face, like Rihanna.